自你正位中宫，你和李治加速了对朝局的洗牌。你们升任季怀忠和李义府为中书门下宰相。而后5年，你们齐心协力，大力推行科举，擢选天下英才。因此，延续了数个王朝的门阀勋贵垄断朝堂的陈旧格局，被你们亲手一步步打破。但长孙太尉等顾命老臣的阴霾却并未真正淡去，他们看似收敛锋芒，实则在养精蓄锐，准备随时反扑。为了实现你们心目中的盛世天下，你们和长孙太尉即将迎来关键的一仗。贤儿，陛下，你看贤儿长得多像你啊！不哭不哭，乖，贤儿乖，贤儿不哭。贤儿该是饿了，我先抱她回去。那便劳烦姐姐了。父皇母后，儿臣要去温书了。去吧。红儿如此刻苦，日后定能振兴社稷，一国安民。这儿倒是希望她能开开心心长大便好。对了，陛下，如今朝中已是焕然一新，是时候彻底肃清长孙太尉的势力了。赵儿想到了一个好打法。赵儿，你说说看。当年，高阳也好，我也好，都曾被他们打着礼义教条的大旗肆意抨击。如今，若同样的事发生在长孙太尉身上，赵儿很好奇，他能否承受得住？陛下，臣要弹劾长孙太尉。长孙太尉近日纳了罪臣之女为妾，更刻意隐瞒身份。陛下，都是臣之过，老臣自请罚俸1年，以儆效尤。哎，你说这李义府也太好笑了些，这点小事对长孙太尉这样有功于社稷的3朝元老，速速将他贬算进去。别呀，若将他贬走了，谁来供我们看乐去？要我说，此事肯定是真是一的。喂，谁让你们妄议皇后的？竟敢公然羞辱当今皇后，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我看尔等都是活孽来！别走！李义府，瞎了你们狗眼了！别走啊！别走！别走！大殿之外情何体统？这么说皇后，我忍不了。跟我回去。此事之后，坊间皆传言，你身为皇后，却指使亲信爪牙窥太尉隐秘，以宵小之术弄权乱政。众人都为太尉鸣不平，更将你视作危害贤臣的妖后。你的声望骤跌，太尉声望不降反升。就这，老夫不想因私事占用太多公共资源。同样的事，在贵胄身上便是风流韵事，在我等寒门身上，就成了滔天大罪。禀报皇后，对面水军太多，申请换种打法。
长孙太尉位高权重，区区小罪无法撼动他。我们应该栽赃给他一个重罪。陛下，臣要弹劾长孙太尉意图谋反。谋反？太尉可谓陛下，长孙太尉近日与各部重臣往来甚密，恐有动摇社稷、筹谋造反之嫌，请陛下下旨彻查。若陛下当真疑心老臣，何须下旨彻查如此麻烦？还请即刻以谋反罪赐死老臣。陛下，臣愿为长孙太尉担保，望陛下明察。望陛下明察。太尉，那季怀忠简直是疯了，竟敢当庭以谋逆重罪弹劾太尉。所幸太尉临危不乱，以退为进，陛下终究未能下旨彻查。倘若真让武后得逞，借此掀起大狱，不知道有多少铁证会从天而降。届时我等怕是……武媚娘啊，武媚娘，你既已把刀架在老夫的颈上，老夫一定会把这份礼好好的还给你。听凭太尉差遣。经此一案，长孙太尉的残余势力抱团取暖，紧密联合，迎来了盛况空前的团结。望陛下明察。差点让老夫捏了把小汗。别急，一切都还在老夫掌握之中。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光放到太尉身后，将太尉党羽所在的所有机要职位一步步取而代之，就如同高楼巍峨，若能釜底抽薪，便终有崩塌的那一天。有你在，我心甚安。赵儿，你为我筹谋良多，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。我打算将你的哥哥武元庆破格升为宗正少卿，另外一个哥哥武元爽封为少府少监，让你在朝中有亲人依仗，我也会安心许多。赵儿觉得呢？我知道，李治是为我好，可他不知道我哥哥的真实模样。听说你居然要入宫，就你也配？就你这样的贱蹄子，入宫也只会拖累整个武家。这入宫的路可不好走啊！今天我哥俩就让你先见识见识。陛下不必如此，两位哥哥不学无术，确实不堪为国效力。好，都依你。你放弃让自己的哥哥们位居高位的决策，令朝野上下无一不感叹你的大公无私。于你而言，当今最要紧的是进一步架空太尉身后势力。
接下来的2年里，李治和你按计划逐步将长孙太尉党羽以各种方式调离机要。士族朝臣们只见身侧同僚一个个悄然离去，人人自危，只求自保，无心拱卫长孙太尉。陛下，早朝回来了。赵儿，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。陛下，你看这则卷宗。这2年，陛下逐步将长孙太尉身边之人调离圣安。既然朝堂上也有不少职位空缺，我们自当乘胜追击，多任命忠于陛下的官员。陛下觉得如何？很不错。那此事朕便交给上官仪去做。此事若交给陛下的亲信，我将难以在前朝培植更多自己的人。陛下，季怀忠一直在寒门里颇有声望，此事他定能为陛下分忧。陛下觉得如何？既然皇后开口，那便由她去办吧。那赵儿去命中书省拟旨。太尉，没用的东西，你还有脸见我？如今武士入驻中宫，气焰嚣张，刀锋频频指向老夫身后一众为圣朝鞠躬尽瘁的老臣们。若当初得到陛下的喜爱，这皇后之位怎么可能轮到她呢？敏慧未能登上皇后之位，是敏慧无能，但那武士并非不可对付。敏慧今后一定竭尽所能。竭尽所能？我想你是余情未了，才不愿意尽心扶持陛下。李治做了什么？你们答应过我，只要我乖乖进宫，你们就会放了他。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是你害死了他，他至死都还在求老夫放你自由，实在天真。长孙太尉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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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有本事连我也杀了！杀了你？不，别忘了你的任务，否则你父亲的命以及你全族的命都会葬送在你的手里。好好想想吧。欲佐我皇家兮，宁比四方，同天地之归亮兮，其日月之辉光。母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是夸赞盛世的海晏和亲。主子，主子，徐婕妤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徐婕妤说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想和主子说。赵儿，我先带红儿去一边玩，去吧。姨母，你陪我玩风车吧。好，就听红儿的。敏慧拜见皇后。与今日倒是有些不同。
还记得刚入宫时，皇后说我长得像姐姐徐慧。可惜你除了长得像她，其余一点儿也不像。皇后说的不错，我从来都不如姐姐。姐姐是先帝的贤妃，徐家的骄傲。自小父亲便和我说，嫁给帝王，为徐家而活，才是徐家女儿的使命。可你姐姐从未为徐家害过一个人。当年在去昭陵的路上，我便已经看出你的真面目。若你不愿意，无人能逼你双手染上鲜血。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我厌恶手染鲜血的自己，却又暗自安慰，活成一具红颜枯骨也罢，至少还可以保护丹丽齿。可惜，反而是我害了你。好想回家，好想再和他一起看一看西北的落雪。你对这个丹丽赤倒是用情颇深，可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很羡慕你，想要什么都坚定地去争取，不像我，总是畏首畏尾，优柔寡断。今日是我叨扰了，这偌大的皇宫中，也只有皇后能听懂我的这些话了。皇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家族做事了，我自知对不起你，欠你的，我来生再还吧。敏慧，去心无旁骛谋取陛下的宠爱，去争，去夺，去斗，去将吴氏拉下后位，去保全你的整个徐家。我会用我的命去种下皇后和陛下之间的芥蒂，这条命从此还给徐家。往后我终于不用再为徐家而活了，我自由了。皇后，陛下怎会来得如此巧合？陛下。陛下，皇后定不会谋害徐婕妤，陛下不要被表象所惑。什么？这个徐敏慧真是个疯子，老夫竟小瞧了他。也好，也好。陛下是什么态度啊？陛下丝毫未曾责问皇后，这徐婕妤怕是白死了。白死？
芥蒂一旦种下，只需耐心等待，便会总有生根发芽的一天。主子，听说红儿看到徐婕妤的死，受了很大的惊吓，当天就病倒了。她没事吧？太医说红儿受惊伤气，怕是要落下病根。这幕后之人实在可恶。这幕后主使昭然若揭，若不彻底铲除，同样的事还会再次上演。长孙太尉，我和你的这局棋下了太久，该见胜负了。太尉权柄已不复往日，但其3朝老臣的威望仍在，还需我为他亲手打造一桩罪名。像他这样的人，什么罪行才是最致命的呢？当然要一桩惊天动地、配得上他毕生功业的罪名，方可将他连根拔起。当年他以一桩谋反罪害死高阳，除尽异己，是时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。只是长孙太尉行事向来谨慎，谋反这个帽子恐怕很难轻易扣上。权臣谋反，必会扶持傀儡皇子，那我就从皇子中选出最合适的一人，给他戴上谋反的帽子。主子说的是谁？太子李忠，留了他那么久，便是为了此事派上用场。原来殿下在这里，属下找了你好久。殿下还在怀念徐婕妤。西仙，你觉不觉得这宫中的女子像是这木偶一般？前一刻上听莺声燕语，但说没就没了。我母妃如此，徐婕妤亦是如此。到现在，我身边能说上几句真心话的人都没了。木偶是生是死，全凭手握丝线之人控制。武士如此恨绝，殿下应早做打算。本宫乃太子，是未来的天子，难道还怕他一介女流？我计划的第一步，便是要李忠心生惶恐。我已让李义府奏请议太子，此举必然不会成功。只要让他觉得自己的东宫之位并非铁柱，他便入局了。主子，据我观察，李忠对自己的太子之位尚存自信，想要动摇他，并非易事。届时，你便这般说。近日，李义府上奏改议太子，陛下虽未表态，却也未驳斥责罚此逆徒。殿下与李弘，到底谁才是陛下心中的储君？我何尝不知，那武后想夺了我的太子之位，都是武后，都是因为武后，父皇才会如此。本宫该怎么办？武士身居后位，眼下正如日中天。殿下孤身一人，如何是他的对手？你是说，我们需要盟友？话虽如此，可如今放眼圣安，已再无人有实力和胆量和武士对抗。我想到了一个人。如你所料，李忠命自己的亲信和长孙太尉多番暗中私见，图谋东山再起，而你正如猛兽般，静静等待着对猎物的捕杀时刻。你们是谁？我乃东宫命官，你们奉了谁的令？东宫命官意图勾结群臣谋反，我等奉令捉拿归案，带走。哎，放开我！我乃东宫命官。
走，不走！我招，你让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，我招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想必此时，李仲的心腹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东宫。这一局的胜算与否，就要看接下来皇后，我能否拿捏住他的命脉了。你们竟敢屈打成招！皇后，你滥用酷刑，残害东宫属官，你以为这样便能构陷姑吗？构陷？西心，太子殿下投靠长孙太尉之时，可是这么说的？回主子的话，殿下勾结长孙太尉，意图谋反，习心可为人证。你竟是他的人！你是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被他策反的？回太子殿下，习心从始至终都是皇后的人。你们长孙太尉如今无力回天，太子殿下又何必与他共沉沦？本宫倒是可以给你一条生路。太子李壮，韦继方供出的同党名单上，可以有你，也可以没你。只要你肯在前朝上指证长孙太尉妄图勾结殿下谋反，再向陛下请辞太子之位，你我母子情分一场，留你一命，又有何难？武后，你以为就凭这些，天下人就会相信本太子谋反？太尉把持朝政多年，陛下早晚将其铲除，届时太子会是何种下场？你与他结党，看似是求得靠山，却已是误入迷途。但你毕竟是陛下长子，若此番助陛下铲除心头大患，从此立下大功，余生何忧？一切交由太子殿下决定。儿臣向父皇请罪。儿臣忝居太子之位多年，然才薄志浅，鲁钝寡德。长孙太尉身居辅政之职，与儿臣交游甚繁，儿臣却未能洞察其不臣之心，以致太尉欲行不轨，竟伙同东宫属官意图谋反。儿臣虽未参与其中，却难辞其咎，请父皇允许儿臣辞去太子之位。太子啊，空口无凭诬陷老臣，太子这是为何啊？长孙太尉说的有理，造反这般惊世骇俗之事，若真空口无凭，太子怎敢当着陛下和众臣的面说出？与他又有何异？老夫身为三朝老臣，有何理由行此大逆？太尉如今日薄西山，莫非是怕权势尽失才铤而走险，行此大逆之事？若此事为真，李中殿下得以正位，太尉便是拥立之首功啊！三朝人这样，门生故就遍布朝野，太真为幸，恐怕比寻常藩王作乱更要凶险10倍啊！太子向来恭守贤德，岂会轻易诬陷他人？只怕太尉确有僭越之举。舅父为国尽忠几十载，劳苦功高，何至于反？陛下，太尉谋反，实乃社稷之痛也。然，太子泣血之言，岂能有假呀？陛下，臣太子所言句句追心呐。如若陛下顾念亲族情分，因此就放纵了长孙太尉如此滔天的罪行，难以安民心呐。当年高阳长公主谋反一案，朕痛失了多少手足宗亲。此案便是舅父一力侦办，如今舅父一反，
朕的亲族个个如此，朕还有何颜面去见天下之人？陛下保重龙体，没有颜面去见天下人的，绝非陛下，而是这乱臣贼子。当年，长孙太尉亲自督办谋反案，哪怕是皇族宗亲，长孙太尉却也从未心慈手软过。还有高阳长公主，那是先帝最疼爱的女儿，却也未能幸免。陛下，长孙太尉虽身为国舅，但臣恳请陛下按谋反逆罪论处。陛下，保重龙体，严惩反贼。陛下，保重龙体，严惩反贼。依国法，谋逆罪当诛。可毕竟长孙太尉是朕的舅父，便留喜前州，让沿途州府派兵护送吧。臣历尽三朝，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今日必是无后设此诛心之举，而太子、百官、陛下皆甘为其手中刀刃。圣朝亡矣，老臣愧对先帝啊！喜心姐姐若是知道主子这么晚了还在等她回来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喜心姐姐，喜心，主子，你在李中处潜伏多年，如今一切终于尘埃落定，你终于能回到我身边了。主子，喜心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对了，喜心方才回宫，得知长孙太尉被贬流放，便是明日启程。哼，这就叫什么？该回来的人回来了，该走的人走得远远的，真是老天开眼了。争斗多年，我倒想去送他一程。喜心，明日随我出宫。是，主子。黔州非比圣安，长孙太尉须得照顾好自己才是。老夫居于相位30年，未曾想到，最后只有你前来相送。朝局变幻，人心凉薄。我与太尉相斗多年，担心太尉路上孤寂，自然是要来相送的。老夫为圣朝鞠躬尽瘁，问心无愧，可没有想到，最后却被你这个妖女所害。我圣朝江山，迟早会毁在你这个妖女手里的。喜心，太尉曾经的门生故吏，如今无一人前来。若太尉多年所为真的深得人心，又何至于此？成王败寇，老夫无话可说，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一介女流，妄图把持朝政，左右江山，老夫且看你如何玩火自焚。
玩火自焚的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长孙太尉。黔州山高路远，长孙太尉可要珍重自身，否则如何看我一步步扶摇直上，和陛下开创太平盛世？当年高阳谋反一案，长孙太尉株连之广，圣安城中血流飘出，岂能料到今日，他被构陷谋反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为他申辩。是非黑白，从来都在掌权者手中。素洁，母妃好想你。主子，主子，长孙太尉被判流放黔州，长孙氏子孙皆被罢官除名，流放岭南。主子，如今宫中皇后被废，徐婕妤身死，连前朝皇后的靠山都被流放，还剩下我完了，全完了。石壁，你把这幅画带出宫去，流传后世，就说萧淑妃为奸人所害。主子，这幅比较好看，这幅也带过去，还有这幅，一起带过去，把这些一起带过去。我的画，主子莫哭，奴婢这就捡起来。罢了，估计你也活不成了，主子。上令吧！皇后，皇后想做什么？素洁殿下年幼，皇后亦不忍，她自有私事，特允你去寻州封地，永世不得再回圣安。主子，皇后大恩大德，淑儿母子没齿难忘。淑儿定在寻州吃斋念佛，感激皇后大恩大德。主子，太好了，活了，全活了。主子，萧淑妃之事已经办好，长孙太尉不日便要到达流放地黔州，是否需要细心去黔州杀了他？去吧。是。此外，李忠不日也将抵达封地，是否需要细心？送他上路。是。主子，被废的王氏这几日连连请命，说想面见主子。虎昭仪，终于等到你了。过了这么久，你还是活在自己是皇后的睡梦中，不愿醒来。本宫只是想看一看，像你这样出身如此低贱的人成为皇后，究竟会是何等模样？皇后之位，你根本就不配。配与不配，从来轮不到败者评说。成王败寇，才是天理。天理？若没有本宫，你现在还在感业寺里过苦日子，怎会有今天？只怪本宫识人不清，错把你当成懦弱可控之人。若让本宫重活一次，本宫一定在感业寺就直接杀了你。你费尽心思请我前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听这几句废话？当然不是。
有一个问题，本宫一定要听你亲口说。这些年，你可曾梦到过安宁啊？你的皇后之位，是你靠着你亲女的性命得来的。你一定最清楚，安宁不是本宫杀的。可你根本不关心凶手是谁，而是借你女儿的死攫取权力。安宁死的时候，你究竟是更痛心，还是更庆幸啊？若是安宁知道真相，她一定很后悔当你的女儿吧？你是如何利用安宁陷害本宫的，你心里比本宫更清楚吧？铲除你，他会欣慰的。你的下场便是真相。或者你这样究竟是可怖呢，还是可笑呢？武媚娘，是我不如你心狠手辣。你真以为没有安宁的死，你就能一直安居后位？原来你在冷宫这么多年，还不明白自己究竟输在哪里。本宫当然明白，是因为你费尽心机得到了陛下的心。不过，你真以为谋得帝心，便可与陛下一世夫妻情深了吗？帝后之间，利刃藏于情丝，同舟共济不过暂时，同床异梦，才是在劫难逃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和本宫走上一样的路。你真以为陛下执意废后，仅仅是因为我得到了他的爱？你太天真了。以太尉为首的门阀老臣把持朝政多年，你们沆瀣一气，裹挟君主，早已成为陛下必除之患。比起虚无缥缈的爱，我和他更是生死与共的同盟。你出身显赫，以为万物皆该俯首，所以从来看不清真正的局势，哪怕一败涂地，也只会归咎他人，可悲可笑。可笑！不，我不会输，我不会输，不会输，我不会输！你杀了我！你现在就杀了我呀！你杀了我呀！你今时今日对本宫不再有丝毫威胁，杀你毫无意义的事，本宫根本不会做。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呀！